せーの。ハロータチャオ、飯坂温泉に来て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OK 哩，说到福岛，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？A. 辐射 ，B. 辐射 ，C. 辐射，还是 D. 以上皆是呢？没错。说到福岛，真的大家只会想到辐射，所以导致没有人敢去福岛，也没有人知道说福岛里面有什么。那身为日本旅游不专家的我呢，只好身先士卒带你们去福岛一趟，让你们知道在福岛可以干什么哟。行きましょう。你们看了，因为樱花真的都是还有开，所以看得到很多摄影师在这边拍照。乡下路上很容易就碰到这种无人的卖野菜的地方，你们看一把菜只要100块，是超大一把，超级便宜。然后大家，我现在身边呢有一位福岛向导，我要帮大家问一个应该很多人都很介意又很敏感的问题。今は本当に福島って大きいんですよ。すごく大きくて、はい、原発があった場所って、はい、本当に端っこのちっちゃいところだけで、あそこのその原子力発電所の名前が福島だったから、はい、みんな福島が危ないと思ってるけど、でもあそこだけなんですね。あ、そうなんですか。で、あそこも大丈夫なので、今も入れない。そこだけは。こことかもすごい離れてるし、全然普通に人住んでるし、全然問題はないです。そうなんですか。はい、やっぱりみんな心配し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、あ、なるほど。そう全部が全部そういう場所では全くないので、安心してもらって全く構わないです。てかもうちょっと大丈夫でしょう。はい、そうです。私这么活泼的来ました。相信8年前的海啸啊，福岛的原爆啊，在台湾人心中是留下很深的印象，觉得说福岛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但其实不然呢，我觉得其实过了这么多年，然后你可以来到这边，就是福岛市，都是一堆人在这边观光啊。然后像我昨天是住福岛市，整个城市都是人在那边生活的，所以大家呢是可以不用担心了，可以来观光了哦。然后我觉得我来福岛追樱花真的对了，因为樱花真的还开着，你们看全满，哎，这是满开耶！你们知道我在东京的少年公园看到什么吗？满地的花瓣而已。樱花它的花期真的很短，1年就看一次，然后就是看1个礼拜，你没有看到就看不到了。再来，我喜欢日本樱花呢，是它的颜色很漂亮，是淡粉色的。可能我比较常看一些动漫跟电影吧，就觉得说樱花是那种淡粉的很唯美的感觉，很棒。我现在是在福岛的花见山公园，然后这里除了樱花之外呢，也有这个是油菜花吗？很漂亮，整个是黄色一大片的。我在油菜花田中间，这里超美的，因为天气很好，天很蓝，然后油菜花很黄。有小吃摊，焼き鳥、卵。こんにゃく啊，こんにゃく。日本跟台湾一样啦，有观光的地方就有小吃摊。连他们的稻田啊，都是樱花花瓣，真的是日本才有的景象。槌球，台湾有很多人玩槌球吗？好像很不多吼。很多。现在这个期间呢，除了樱花之外呢，还有一个花在开，就是妆花 ，tsubaki。差点忘记日文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刚好是要它花开嘛，要采油的时候，它那个油就可以拿去做一些化妆品啊。你们应该有些人是在用它的化妆品或是洗发精等等的吧。公园就是要这样子放松。这里是福岛最近开的产地直售中心。最先让我注意到的是自动贩卖机。
福岛出生的伊达，正宗的阿尼美，日本的阿尼美观光真的很厉害。这里有最新鲜的蔬果贩卖，跟着阿公阿嬷一起购物，感觉都融入当地生活了。各种啤酒里面啊是有当地产的水果，这个是桃子的跟苹果的，当地农家自己做的甜酒，有没有这一种瓶子，这种标签就很像是自己家自己做的。我很喜欢他们这种有点复古的包装，很复刻版的感觉。这个生鸡蛋呢，就是做出好吃的TKG 的秘方。逛了一大圈，最后我买了这个伊达的蜜桃果汁，因为它很小瓶很 Q， 我就买了它。然后老板说啊，桃子 Momo 有很多种，蜜桃是最高级的。然后这个果汁呢，他们只使用蜜桃哦，100%纯蜜桃。很神奇耶！它虽然是罐装的，但是它有一个很接近你现打水蜜桃果汁的味道。到了今晚的旅馆啦，这应该会是我这辈子住过最棒的日式旅馆。你看，登录有形文化财。刚刚入住啊 ，check in 手续比较混乱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已经先 check in 完成，然后已经先进房间了。现在来带你来逛一下这间旅馆有多棒。我住的这间旅馆呢，叫做 Nakamura， 它是有160年的历史，从江户时代就被建造，保有了很多从当时就留下来的东西，原封不动。带你们去看。首先你们看玄关啦，它这个高起来的部分有没有？下面就是抽屉，我是不敢开啦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可是我没有在日式旅馆有看过。然后左边的楼梯也是啊，都是抽屉。一进门，他们的玄关 lobby 这是我们日式旅馆的 lobby。这样子的一楼一真的是很难得，因为我去过很多日式旅馆啊，就算以前有这样的空间，现在他们都是没有在使用了，它是还在烧热水中哎。すいません、質問しても大丈夫ですか？これは何ですか？これは大福帳って言って、はい。大福帳、御用聞き帳って言って。はい、昔泊まったお客さんにこれを持って行って、はい、今日何食べますかとかなんか必要な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、そういったものを使って。なるほど。これ昔に使ってたものですか？見て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よ。哇，以前客人点餐表，哇，真的是用毛笔字写的，完全看不懂。然后老板好像有一个法宝要给我看。これは昔電気がない時の提灯。提灯、ランタン、この中に保存してる。そうです、提灯。这是他们以前的旅馆业许可，这是现代的，这是以前的。然后带你们去看我的房间，这两边是那个温泉，这里是有温泉的，没错。这个空间也超级酷的，非常厚重的门，这是日本的库拉，就是仓库。因为旅馆非常有历史啦，才会有以前这样子的建造。你们听这个音乐。看这一个应该也是古董来的。お手洗い厕所，雕花门，洗手台也非常古典美。然后屋主跟我说，那时候东北大地震的时候是连墙壁都垮掉了，唯独这个厕所里面的玻璃，艺术玻璃没有碎掉，很厉害。就是这几片。然后没错，再古老的旅馆都是要用免治马桶，这是日本人的坚持。发现其中有一间马桶。男生马桶是没有门的，有点害羞。然后你们看，天花板超漂亮，有一种半西式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看2楼又有分明治馆跟江户馆。老板说明治馆呢就是明治后建设的，江户馆是江户时代就有的部分。我是住在江户馆，带你们去看我的房间。欢迎来到我的房间，来请喝茶。这里就是我今晚的房间，讲究的一定会有 Tokonoma。在东北大地震之前呢，这个房间更大，是2块连在一起，但是因为东北大地震房子垮了嘛，他们要重建。重建之后发现，你如果不加上这个桩的话，这个柱子的话呢，房子支撑不了，所以就必须被迫要去做一个支撑房子的隔间，导致说原本房间的部分呢变得很像阳台。但我觉得有个阳台蛮不错的，打开就是哦，
就直接是外面了。风气超好的，很清凉，不愧是东北的天气，很舒服。你们看，他的房间是高起来的，我的是平的。这些设计呢，是因为这个房间是要给萨姆莱武士住的。第一个，武士阶级比较高啦，然后天花板低呢，是为了要让他无法挥刀挥剑这样子。OK， 然后差不多6点了吧，我要去跟这里的人一起去吃饺子，因为他们说福岛的饺子很有名哦。你们看，原来这是鞋柜，因为那个饺子的店啊就离这边很近，我们打算就是穿木屐去就好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瞬间把我的袜子脱掉了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声音。路上有一个大众温泉澡堂，信义区温泉是范板温泉嘛，然后你们看。这里就是范板温泉的发祥之地，旁边有一个超大不知道什么东西海温泉的地方吗？你ご飯まだ餃子一緒に食べます。食べます。これ一番好吃。これNo.1。圆盘饺子。圆盤餃子。乾杯！这个就是福岛的饺子，你们看，小小颗的，然后很像又像煎又像炸的感觉，哦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。我也是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我要先敬你们一杯，我要喝了。饺子就是要配比的，它真的是外脆内软，它的皮是脆的，没有到硬，就刚刚好。然后里面的肉很多汁。这里的朋友借我的扇子，因为我太辣太烫了。给我的最高，ビールも最高。福島に来てください。待ってるよ。到旅馆了，天哪！我真的觉得跟他们吃饭超级无敌开心耶！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已经12点，半夜12点了。我真的觉得福岛的饺子超级无敌好吃，好像是有点吃太多了。我刚才就吃了一个我很常吃的药，就是它吃太多喝太多都可以用它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去泡这里的温泉范板温泉，它是福岛3大温泉之一。我觉得这里的温泉呢，是我泡过最热的温泉，但我就是比较怕热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下去大概泡几分钟之后，就是全身热了，我就先起来了。如果你们是比较耐热的话呢，就可以泡久一点啦。OK， 那基本上泡完温泉之后呢，我就不会说太多话了。晚安，明天见。昨天认识福岛市这些旅馆的老板们啊，他们说今天要带我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叫做雪的回廊。道路两旁是非常高的雪的墙壁，白色墙壁那一种。好想滑雪哦，好漂亮，很像就是欧洲的山脉、雪山。这边有些标志有没有看到？他们说请你关窗之后再行走开车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是车窗开着的，已经渐渐闻到一股浓浓的瓦斯味，因为前面是一个在活动的火山，它还是一直在冒烟的，所以我们虽然想拍片，但是觉得安全要紧，还是把车窗先关上再说。我们现在离刚刚冒烟的地方越来越近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在那边，真的很近。20年前火山就是在这边喷发的。哇，好漂亮！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些碎石啊，好像小城镇？我们现在开车到了无期山的山顶了，带你们去看。我真的没有预期会到这个雪的回廊，我没有带外套，是那个福岛的大叔借我他的外套。这里就是道路的最高点，海拔1622公尺高，然后没错，这里同时呢也是雪的回廊哦。有没有看到这个超级无敌高的墙壁？我只有它的1半高吧。好，我现在要跳上去给你们看咯。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我身高1.63米，请大家目测这个墙有多高。